今天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黄金 ETF 的买盘回流是金价重新上涨的关键，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近期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黄金市场眼前的残酷现实就是，金价未来如果想要重新回到$5200的历史大关，背后存在一个决定性关键，那就是黄金 ETF 的买盘大举回流，否则金价在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大行情。然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为何金价续航力会突然受阻？大摩在报告中一针见血指出，黄金现在不论是各国央行的买金力道，还是底部的结构性支撑都非常强大，但唯一的缺口就是黄金 ETF 需求，而这股关键的需求此刻正被联准会的鹰派货币政策压制。随着联准会向市场放出强烈的鹰派讯号，金融市场的预期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目前市场主流普遍认为，高利率的环境将会在2026年按兵不动，也就是大家原本期盼的降息可能要在今年落空了，甚至在某些极端压力的情况下，联准会还有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这就牵涉到我们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必须深刻理解的底层逻辑。提到黄金的本质，股神巴菲特曾多次表达对黄金的看法。他曾提出一个非常经典的巨大立方体理论来形容黄金。他指出，如果你把全球现有的黄金全部融化，只能得到一个巨大的黄金方块。但如果用等值的资金，你不仅能买下全美国所有的农地，还能把埃克森美孚、可口可乐等好几十家最赚钱的顶尖企业通通打包带走，甚至口袋里还会剩下一大笔现金。但如果你把这个黄金方块放了100年，100年后它依然只是一个黄金方块，没有任何资产增长，也完全不具备生产力。相反的，那些农地和优质企业在这100年间会持续不断为你生产粮食以及创造庞大利润。这正是巴菲特的核心理念，黄金本身是无法孳息也无法创造价值的资产。买进黄金的本质其实只是寄望在未来会有另一个人愿意花更高的金额从你手中接盘。这在金融学上被称作博傻理论，纯粹是价格的心理博弈，而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在当前的总体经济环境下，当美债实际收益率因为高利率维持更久而大幅攀升时，这意味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幅增加。如果我们站在大型机构法人的角度来思考，一边是风险低、能够稳定带来利息回报的美国国债，只要把资金放进去就能固定产生现金流，而另一边则是完全不生利息的黄金，只能单纯寄望下一个买家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入。在这种利差偏大的情况下，理性资金自然会做出选择。这正是导致近期全球黄金 ETF 出现大举资金外流的主因。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金融市场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充满变数与意外。大摩在报告中指出，近期中东紧张局势的缓和其实已经在暗中为黄金带来意料之外的隐形助攻。如果我们翻阅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财经规律。当地缘冲突引发能源危机时，全球原油价格通常会出现失控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的通膨压力，导致许多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像是土耳其及俄罗斯等国家央行
为了稳定本国的货币汇率，应付财政赤字，不得不抛售手中的黄金储备来变现，以此来稳住国家的财政大局。而各国央行因为财政压力而被迫集体抛售黄金的举动，在过去会对金价造成沉重的卖压。如今，随地缘政治局势的降温，国际油价迎来回档，各国央行的财政压力也随之大减，这就直接减轻他们抛售黄金来变现的燃眉之急。这股钱在利空的消失，等同帮黄金在暗中消除一个巨大障碍，这也是为何金价能在$4000获得强力支撑的隐形功臣。大摩进一步指出，即使现在黄金 ETF 投资人因为高利率的影响而选择暂时退场，在场外观望，我们也不需要对黄金的长期趋势感到过度悲观，因为在市场的另一端，全球各国央行对于黄金史无前例的庞大需求，为黄金提供坚固的结构性底部支撑。在目前的黄金市场中，全球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就是金价最强大的买盘，其中中国央行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主力。光是2026年3月至5月这3个月期间，中国央行就购入高达23吨的黄金。相比之下，在此之前的12个月里，中国央行合计的黄金购入量也只有19吨，3个月的购买量竟然远超过去一整年的总和。这种黄金买盘的力道与决心，无疑为全球黄金市场提供一道坚不可摧的结构性下限。虽然从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来看，升息通常不利于黄金这类不孳息的资产，但大摩在统计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数据后，发现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黄金其实是一项很有韧性的资产，它的实战表现往往会彻底打破市场的刻板印象。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显示，在联准会宣布升息25个基点之后的1个月，黄金平均竟然能逆势上涨约 1%。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当联准会宣布降息25个基点之后的1个月，黄金平均会出现近 4% 的上涨行情。如果我们回顾2006年、2018年以及2023年的紧缩周期，就会发现当联准会升息，引发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或是向市场引爆像是银行业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时，黄金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迅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避险本质，走出大举逆势上涨的独立行情。这也再次印证理性投资人必须学会在市场的喧嚣中看清资产的底层价值与历史规律，而不是被短期的情绪波动牵着鼻子走。大摩在报告的最后给出一个具备高度操作性的结论：如果未来黄金要冲破$5200的历史大关，必须等待黄金 ETF 重新入市，才是决定金价能否开启下一波大牛市的终极推手。而这个关键的转折点究竟何时出现？大摩认为，这完全要看能源成本何时会出现实质性的下降。只有当油价能源成本真正下跌时，全球的通膨压力获得实质性的缓解，进而逼迫联准会放下鹰派姿态，同时向市场释放出明确的政策放松与降息讯号时，黄金 ETF 的买盘才会心甘情愿的大举回流。在黄金面临联准会政策压制以及全球央行强力买盘的双重博弈下，保持冷静，看清趋势，才是确保财富稳健增长的不二法门。总结来说，现在的黄金市场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一方面，联准会的鹰派立场和高利率环境推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导致大型 ETF 资金在短期内不断外流，成为阻碍金价冲高的最大阻碍。但另一方面，以中国央行为代表的全球官方力量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市场大量购买黄金，为金价铺设牢固的防御底线。加上中东局势降温带来的能源成本回荡契机，同样也帮黄金减轻潜在的抛售压力。在这一场由各国央行、大型机构与总体经济政策共同编织的金融大戏，我们必须看懂资金流动的真相，不盲目追高，也不在底部恐慌抛售。在看清联准会政策转折与黄金 ETF 买盘回流的讯号之前，做好合理的风险控管与资产配置，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论未来市场如何风起云涌，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让自己的财富稳定成长。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